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前2天我才发布一个影片，说之后可能会发生一场史诗之战，有讲到960报名失败，未来有几个王国即将会报名。不过昨天你们应该也看到 CView 发出来的贴文了，豹哥有说到5月1日确定会报名的王国包括1307、1093、1254、1365、1960、2489。307的国王 Matt Pydam 他也是发布了贴文，他希望各位307的玩家准备好，接下来会有一场大型的 KVK。下面就有提到有哪一些王国会报名，也有准确说出是哪一天报名了，也有提到下一次报名他们会跳过直到5月1日为止，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，接下来是真的大型的史诗战斗。又要熬夜不睡觉看他们打 KVK 了吗？960这一次可以把365打到扑街吗？班尼到底可不可以复仇打365呢？又或者307可以打败960报仇成功呢？然而你们以为今天我的影片就是要讲这个东西的话，你们就错了。来到议员的频道，怎么可能只是爆那么一点点料给你们听呢？在昨天晚上，豹哥发了信息给我，他把这个截图发给我看。为了保护我们的线人，我只好把他的名字跟照片打码了。Seth 也就是365的国王说，我们不要脸，指的就是960，就想2489、254、960联盟打他们。哎呀，960怎么可以这样？实在是太狗了。豹哥就回复道：1307、1093、1365打2489、1254、1960，这样不要脸，一起偷看武康是不是？这个贴文是1365的国王 Seth 发出来的贴文，他内容写到什么东西呢？要在5月1日报名吗？他决定要在下一次报名 KVK， 也就是说不是5月1号，下一次跳出报名他们就去报了。如果在下一次报名成功的话，他们就逃过一劫。真的报名不成功，他们才会选择5月1号再次报名。那间接是不是说1365其实根本没有答应他们要一起报名呢？难道1365怕了吗？这是这则贴文下面的配图，他应该是看到有很多人都会认为1254、1960、2489会合作，间接性1365就是要跟1093还有307合作。他可能是怕这2个王国打不过对面，所以才要选择下一次跳出报名的时候就去报名。他就有说到960肯定会跟这2个王国合作，没有理由不合作的。还有人回复他说到处都是敌人对吧？他也讲总比做朋友还要有趣。可是停一下，1365之前不是说过想要打一场大型的 KVK 吗？现在已经约到5个先锋王国都确定好要在5月1号报名了，然而你1365就选择说要退出，下一次报名就去参加。他是觉得班尼的军团太强大了，还是觉得自己的队友太弱了呢？看不起1307还有1093吗？这一次是已经公开讲好了几时报名，也可以让你有机会去拉其他的韩国先锋一起来报名，都不像上一次1960完全没有朋友的情况下去报名了。并且你们自己看，豹哥那个时候报名的时候都已经看到有多少个韩国王国了，365、474、1175、1534，这4个都是韩国王国，就只有1093、1307这2个不是韩国王国而已。而且307之前还被960打败过，跟960合作的可能性很低的。可是960都选择去报名了。这一次有报名的王国1254不可能跟365合作嘛，1254恨365恨之入骨了。960更不用说，2489或许有可能跟他们合作呢，不过不太大可能啊，Avis的账号在里面。307跟1093这2个王国都是人口大国，960也不会过分到连那2个王国给拿掉做盟友吧。然而365还是觉得打不过吗？难道是比当时候960的处境还要更糟糕吗？那么当然的，我们也不能讲365很孬种。来，我们直接上数据，这个是我上一次做的数据表，决定好在5月1日报名的王国全部都涂上黄色了。可以明显看到班尼阵营的王国呢是比较偏强一点的，包括第1、第3、第4名。然而1365那边呢就有包括307、1365、1093嘛，第2、第7、第12。我们再整理一下数据，这里区分黄色跟粉色军队，明显看到黄色军队的击杀还有战力是比较高的，所以粉色军队1365他们有所顾虑也不是错的，毕竟数据上面就比别人差了。而且307跟1093这2个王国呢，其实比较多玩家都是没有氪金，虽然人口很多，但是大多数都是平民玩家，比起黄色军团呢确实是少氪很多了。而且如果是真的对战起来的话，可以看到粉色军团呢就只有韩国一个是亚洲时区了，然而黄色军团就包括960还有2489，这2个都是亚洲时区，越南是慢了我们这边1个小时。就是说真的要打起来的话，亚洲时区就只有1365一个人在撑着而已1307还有1093要等到凌晨4点左右才有人出现，但是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就要遇到最强的1254，并且还要加上960这一帮不睡觉的人。
所以365的国王 Seth 他可能是觉得这样子打的话是没有胜算的，所以他选择逃避，等下一次跳出报名他们就去参加。所以365是有合情合理的理由选择不要一起报名的。假设他们下一场真的是报名的话，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遇到1175和1846这两个先锋王国比较接近战力的，也总比被第1名的1254还有第4名的960针对吧。而且大多数韩国玩家其实都想要看1175打1365，就是说就算他们下一次报名的话也有可能报名成功的，只要1175跟1846两个王国都在下一次报名的话。可是1846已经没有的选择了，他们要就在下一次报名，不然就要等到5月1日最后的一次机会报名了。如果5月1日报名的话，也就是说会跟960他们遇上就要看1846怎么去取舍了。1175还是有机会等到5月1日报名结束之后，再等到5月中的时候再次报名。既然1365的国王都已经发出这样子的贴文了，当然也是会有人批评他，就问1365为什么要跳过报名，都没有像1175跟1534这样子的联盟了，将会是一场很大型很有趣的战争。有人提到1365一旦输了，连他们的自信心也会被打败，还有人说1365你变了，1365不是那种会逃避的王国，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王国，不会服输的王国。然而在上一场 KVK 之后，他们改变了，365的心态发生巨大的变化。原本应该在上一场 KVK 领先潮流，成为最强的伺服器，成为地位最强大的王国，然而现在在2489的聊天室，他被取笑了，1365根本不敢打，这感觉很苦涩。甚至还有韩国玩家嘲讽1365说1474比1365还要更强大，尽管他们没有办法拿下圣城，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放弃，不会打开关室让敌人进来拿要塞。比较起来1474反而更强大，所以你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连韩国玩家都看不下去了，1365都要选择逃跑。当然也有一些不安好心的玩家就说2489、1960、1254这3个都是共享账号而闻名，这个我不清楚他在讲什么，有可能是翻译错误。他想要让这3个王国互相战斗，就是想要这3个王国搞内战的意思啦。所以你们近期可能会看到一些讲什么2489在讲960坏话啊，960在讲1254的坏话啊，这样就有很大可能是他造出来也说不定了。我在刚刚才看到 Seth 他又发出了这个对话，他说他并不是在逃避，他只是想要更快的进入 KVK。 你想要快点进入 KVK， 你上一次就报名啊。还有说如果下一次他们报名呢是有跳出尼罗河之王的话，他们就会选择去报名。他这样子的说法不是说明了他根本就不敢打吗？而且还想要进尼罗河之王里面去种田，还讲1365根本没有改变过。下面那个玩家就附和他的话，他就说1365维护得很好，希望1365下一次能迎战1960，这是韩国人的希望。那你真的希望他们跟960打起来的话，就叫他们等5月1号一起报名啊？难道1365又要找其他韩国先锋一起报名的时候才参加吗？据报格的描述，1365的国王啊，似乎是没有跟其他5月1号要报名的王国提过这件事情，就是说他会在下一次 KVK 跳出报名的时候去参加。我是觉得啦，假设有什么顾虑的话，其实可以拿出来讨论。如果你不想要报名的话，也可以直接说，至少要给其他王国一个交代嘛。直到4月15日的凌晨2点13分，报格才收到通知，他们正式说不要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报格发的这个截图里面写了什么东西。不好意思，突然打扰了。这个玩家他是1254的外交官，他询问365是否会参与他们5月1日的报名。结果365的 Night King 就说不用，谢谢。在这个影片前面我也是有放到 Seth 他发布贴文的时间嘛。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打算不要报名了，但是又不肯跟人家讲，要等到别人去问他的时候才开口讲不要。365依然还是这么高高在上。至于各位观众，你们有什么看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你们的想法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